昨天我在节目里讲到啊，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共一直在整军备武，大幅提高自己的军费开支，完善自己的空军和海军，目标只有一个，就尽早让自己跨越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门槛。这个能力门槛美国的戴维森讲啊，就叫戴维森窗口，大概时间呢是在2027年到2031年之间。我的这个估算比戴维森呢要保守一点啊，大概是2030年到2035年之间。但时间其实也很快了，从现在开始，大致也就是5到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大陆能够完成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窗口。那么为什么中共要不遗余力的整军备武来跨越这个能力门槛呢？我认为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前景有一个基本判断，就两岸之间通过和平协商来实现国家统一，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或者说不可能了。那么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最好的结果，从中共角度来讲就是以战破和。当中共拥有了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之后，再跟台湾去谈判，逼迫台湾你跟我进行政治谈判。第二，如果台湾连这一点也不接受的话，那么海峡两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一定会迎来终极一战。所以为了准备这个日子的到来，所以中共一定要整军备武，让自己跨越这个能力门槛。那么中共对这个前提条件的判断是不是准确呢？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基本符合现在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我今天就来讲一讲为什么在未来台海的终极一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就是中共跟台湾从1949年就开始分治分裂。当时蒋介石带着国民党跑到台湾，老毛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共跟国民党之间实际上也是亦敌亦友双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老毛统治时期，好像两岸之间也有一些密使往来。但真正比较有价值的沟通，开始涉及到国家统一层面的沟通，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的。1981年，就蒋经国有一个自己的机要秘书叫沈诚，他退休了，就到香港去办一份报纸。正好这一年呢，北京要搞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北京就邀请沈诚到北京去访问，沈诚当时不敢自己做主就询问蒋经国。蒋经国呢，当时不置可否，说你到中国大陆这是违法的，但是去看看也行。如果去的话，最好到奉化溪口看看他自己的老家，能拍一点照片回来。于是呢，沈诚就衔命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了叶剑英，他也去了奉化溪口，看到了蒋氏的祖宅，保存的还不错，拍了一些照片给带回去了。在这次之后双方就建立起来了一个秘密沟通的管道。当时中国大陆其实让沈诚给这个蒋经国传的这个口气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和国民党这个执政的高层年龄都慢慢大了。你想想，老毛已经去世了，蒋介石也已经去世了，双方这些人也都七老八十了，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国家没有统一。所以当时是希望通过蒋经国这样的一个还有中国人的情节的这种情况下来完成和实现国家统一。1986年的时候当时中共就跟这个沈诚让他跟蒋经国传话，就是希望通过共产党跟国民党两党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国家统一的谈判。这个消息传回到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有些犹豫。蒋经国的犹豫主要有2点。第一，就是历史上国民党跟中共谈判都没有好果子吃。你当时1945年签订的停战协定，那共产党也不执行后来就把国民党都给收拾了，对吧？共产党言而无信就是这个蒋经国讲的。第二个就是大陆太大，台湾太小，那谈来谈去不把台湾给吞并了吗？所以蒋经国就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给台湾未来的地位一个承诺，说得更清晰一些。这沈诚就衔命回到中国大陆，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见到沈诚之后就说，他说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言下之意就大陆不吞并台湾，就是你台湾还保留你自己的政治制度，只是换一个国旗嘛，就说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嘛。所以当时沈诚把这个方案带回到了台湾跟蒋经国讲。当时杨尚昆还代表中共中央给蒋经国写了一封私函，这封私函呢就邀请国民党派自己的党代表组团到北京跟中共进行谈判。这杨尚昆呢，当年跟这个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是同窗，所以同窗之谊，用他的名义给蒋经国写的这封私函。
蒋经国当时啊看到这封私函之后啊，还挺高兴，当时就指示国民党的大陆工委就研讨怎么派代表团到大陆去谈判。结果啊，历史有的时候捉弄人呐，在1988年1月份的时候，蒋经国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啊，就整个就是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也就停起来了。蒋经国去世之后，大家都知道是李登辉啊继承了台湾的这个政治权利啊。李登辉当时继承政治权利之后呢，也是要促进国家统一的。1991年，这国民党不是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嘛？这国家统一纲领啊，就讲到了一个国家有2个政治实体，那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谋求国家在未来的终极统一。而且他把这终极统一啊，还划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双方先沟通交流，建立中介机构，你比如说成立海协会，都是这样的啊。第2个阶段呢，有双方互设常设的这种办事处啊，推动领导人的互访。第3个阶段，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共识了，然后呢，双方要成立了一个关于统一的协商委员会，然后呢，要追求军队国家化呀，是国家民主化呀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国家统一3个阶段。所以当时的国统纲领你可以看到了吗？还是明确一个中国的原则，要跟大陆进行统一的啊。大陆也非常欢迎啊。所以你知道1992年汪辜在香港搞这个会议的时候，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92共识，其实在海峡两岸之间确实当时是有个共识啊。就台湾当时啊，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也愿意追求国家统一，所以才有92年的92共识嘛。但是啊，随着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因为当时民进党一开始啊是作为台独的一个政党被打击，后来在蒋经国1987年的时候呢，就开放党禁，那么民进党呢就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合法的政坛内。那民进党是一个本土化非常强的政党啊，那么他在台湾其实就鼓吹或者说倡导台湾人自己的这种民族意识啊，所以呢，整个国民党由于它也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民主宪政体制，它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整个这种民意基础的影响。那最明显的就是1999年这李登辉推出的一个两国论。这两国论一推出来之后啊，那中国大陆就不干了。因为原本呢，你92年92共识之后，93年当时在新加坡不是有汪辜会谈吗？大陆和台湾的确已经建立了海基会和海协会的这么一个沟通协商机制。给人感觉好像国统纲领里头，说的这个方向大致是朝这个方向推进的。但是两国论之后呢，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就进入到了冰封期。尤其是2000年啊，台湾进行了这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一次进入了执政。执政期间，那陈水扁当时讲到4不一没有啊，但是所有的民进党其实追求内心的终极的方向一定是台湾独立，不想跟大陆统一嘛。所以经过8年的民进党的独立，有一点，就台湾人自己的主体意识在逐渐的增强，而这个在台湾主张自己是中国人的、主张统一的这些力量在逐渐的衰弱。当然了，到2008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呢，由于当时陈水扁执政期间的贪腐啊，他惨败，马英九啊就赢了，这国民党不也赢了吗？那国民党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呢，由于自己第一次在野，当然后来也推动了连战，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也就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会面啊。当时呢，双方也提了几点共识，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等等吧。所以到了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呢，两岸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蜜月期。1992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英九要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92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马英九当时上台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他就说要准备研究两岸之间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这是在就职演说里就讲的啊。这两岸之间签署和平协议啊，其实在1995年江泽民在涉及到台湾的江8点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什么时候可以谈呢？就是两岸之间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因为1949年中共和这个国民党之间实际上内战是没有停的嘛，那在金门还一直打嘛，打炮打到一直好像打到了1970年代末，双方才正式没有进行这个互相炮击了。但是两岸之间是没有和平协议的，甚至也没有停战协议。
你像朝鲜战争还有一个停战协议呢，就是中共和台湾之间这打着打着就不打了，但是在法律上来讲，它实际上还是内战状态嘛。所以呢，当时中共这个江泽民在95年呢提出来可以要进行和平协议的谈判，这一点呢，后来在这个胡锦涛时代也这么提了啊。所以马英九在08年上任的时候呢，也就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内能够签署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但是马英九啊，当时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个立法会啊、立法院里头也是绝大多数啊，他自己就是总统啊，也算是全民总统啊，或者是完全执政的总统啊。但是呢，马英九我个人认为他有一个私心，就是他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希望放到第二个任期，他不希望放到第一个任期。他第一个任期不是2006年到2010年吗？因为第一个任期中间还涉及到第二个任期的选举，他不希望涉及到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影响到他的连选连任。后来再到第二个任期之后啊，他开始跟中国大陆啊进行比较密集的协商啊。大家都知道，当时在2013年的时候，跟中国大陆不是通过了这个服贸协定嘛？结果这个服贸协定啊，就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就2013年的3月17号，当时这个服贸协定啊，在台湾的立法会进行审议的时候啊，结果呢，引发这个台湾青年学生的不满。第二天，这学生就冲进了立法会，引发了台湾学运历史上太阳花运动。这太阳花运动啊，当时这些学生反对的主要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你中国大陆这么大，台湾这么小，你中国大陆现在是讲通过经济渗透的方式啊，你搞垮台湾，台湾最后就变成了中国大陆经济依附的一部分，那将来台湾不就完了吗？这是一点。第二一点，他们担心马英九卖台。他说马英九这个政府啊，你跟大陆签署协定，事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完事之后呢，你送到立法院，3期会期没有通过，你就当做通过，那这个门槛太低了。万一你哪天跟中共签署一个和平协议的话，那不台湾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当时太阳花学运的时候，这些学生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是，两岸之间如果进行协商，必须有一个监督条例。你没有这个监督条例，那谁也不能信任你啊！大家是不相信香港出生的马英九嘛？那马英九当时面对这种情况，在2014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那欢迎啊，我们以后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啊，是得制定这么一个监督管理条例啊。所以在这一年的4月份，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出台了一个两岸协商监督条例的草案。这个草案就规定啊，就是说你在协商之前，你得向这个立法院啊报备，报备的过程中征询立法委员的意见，向公众征询意见。然后呢，在协商的过程中有重大事项得向立法院去报告。然后这个协商的内容呢，必须经过国安部门的联审，就是你行政院里头有国安部门，也包括其他的这个国安部门联合进行审议。审议完了之后，你才能进行谈判。最后谈判完了结果之后，涉及到修改法律的，需要到立法院进行3读通过；不涉及到立法院的，那行政院自己啊签署行政法令就可以直接实施了。这是马英九提交的一个版本啊。但是这个版本啊，在立法院没有通过。就当时立法院虽然是国民党自己是多数，但是没有人敢通过这样的一个协定。那么紧随其后啊，大家都知道啊，那2014年，那马英九呢就下台了，下台了就是民进党就开始执政了。那民进党执政之后啊，民进党就两岸协商监督这么一个条例啊，跟在野党协商，双方呢差距非常大。最后在2019年的5月31号啊，民进党也不专门制定一个两岸协商监督条例了，他就直接把两岸人民条例之间直接给修改了，增加了一个增修条文。这个增修条文呢，就对两岸之间签署协议啊，制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它叫双审制，就是说你在跟中国大陆进行协商，提前90天，你就必须要报一个协商的缔结计划书。这个计划书呢，你交给立法院，由立法院进行审议啊。然后呢，这立法院啊要对这个要进行听证。你这个行政院呢，你还必须制定一个叫重大的政治事件冲击的评估报告，这些都要交给立法院进行评估。然后立法院呢，要3/4的立法委员出席，3/4立法委员投票赞成，你才能通过。通过之后，你才可以进行协商。
这是在协商之前啊。那么协商之中，如果立法院认为行政院你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没有办法缔结完成这个缔结计划书了，他只要经过1/2立法委员的同意，就可以让你整个这个协商谈判终止。这是谈判之中。谈判结束之后，假如说你这2关都过了，谈判结束了，回到台湾之后呢，重新交给立法院进行审议。首先是交给总统，15天之内交给总统，总统呢就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条文公开，公开之后呢，再报到立法院，在立法院里头就有2个程序了。第一，要举行一个听证会，就整个你这个计划啊，协商谈判的这么一个条文草案，然后呢，也要再次报请一个叫重大事项的这么一个冲击报告的评估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立法委员呢要3/4出席，3分之3同意以后，你才能有效。这还没完啊！如果这一关也过了，就交给公民复决。交给公民复决就是交给整个台湾啊，所有的有投票权的老百姓进行投票。这公民投票的门槛也出奇的高啊！它不是说公民投票数的1/2，是要求必须达到台湾有投票人口1半以上的人同意才能算是通过。你想想，这4关，一关都比一关难过啊！应该说比台湾的修宪的门槛还要高。这还不算完，就是这么一个修正案里头还规定了有2项内容不能放到两岸协商的政治议题里头去。第一，涉及到国家主权的不能协商，这不算是政治议题，没法协商，就是这个是不可协商的。其次，涉及到民主宪政程序的，这个也不能协商。那你想想，如果你要是涉及到国家统一的问题，那肯定不就是涉及到这个国家主权的变更吗？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修改吗？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谈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修订案之后啊，实际上台湾现在自己在制度上已经无法再通过这个系统性的协商跟大陆签署和平协议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4分之3的同意门槛，然后最后还要交公民复决。现在台湾的宪法基本就是这么一个门槛啊，当然还没有那个公民复决啊。实际上台湾的宪法是没法改的。哎，你想想，你这个协议草案，你如果是出来之后，你在每一条的你让立法委员去审，怎么可能？在今天的台湾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为什么？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台湾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因为1991年啊，国民党当时成立国统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人其实啊，大多数认同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因为台湾有个民意基金会，他们过去啊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种身份认同的民意测验或者民调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机构一直在做。那么我看了一组数字，在1991年的时候，就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这个数字呢，大概在72%到73%之间。认为自己仅仅是台湾人的大概是12%，认为自己仅仅是中国人的大概也是12%。这是1991年的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但是到了2024年的12月份，那么现在的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就认为自己仅仅是台湾人的大概是76.1%。那么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大概占到9%，仅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大概是10%。那么还有4.5%呢是没有意见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从1991年啊到2025年30多年的时间啊，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或者身份认同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从大多数人认同自己还是中国人，已经发展到了大多数人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那么关于统独的选项，现在台湾人呢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民意测验啊。你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台湾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关于台湾独立有46.6%的人认同，那么维持现状大概是26.4%，那么两岸最终统一大概只占到11.1%，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不知道，也就是无所谓的啊。但是这里头呢，因为这是只有4个选项，那如果把它拆分成7个选项，就是你主张台湾独立，或者是你主张维持现状慢慢变成台湾独立，主张维持现状慢慢追求国家统一和国家统一，反正一共拆成7项。那么这里倾向于独立的大概占到57%，
那已经超过了半数。而且啊，这里头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20到24岁的年轻人中间，75%是独派，就是主张自己的是独立的，有1成是维持现状的，那么主张统派的是0。而且在台湾现阶段所有的年龄段里面，主张独立的这么一个社群呢，都是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占主体的，而主张统一的都是占极其少数的。那你想想，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么民主社会你这个整个施政方针包括立法倾向都要体现民意嘛。所以为什么2019年5月31号民进党能够通过那样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其实就是今天台湾民意的这么一个体现。因为现在台湾大多数民意是希望台湾独立，但是呢可能又认知到现在呢暂时也没办法台湾独立，但至少不能让政府跟大陆进行有关独立甚至有关和平协议的谈判，所以设置了一个极高的门槛。这就是民进党版本后来当时在2019年5月31号能够通过这个修正案的一个民意背景或者是一个社会背景。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看了台湾现在民意上的确是大多数人主张独立，甚至包括国民党的支持者中间也有3成左右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但问题是台湾人的命运呢，肯定是不仅仅是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那么现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在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范围内呢，都是在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我们昨天的节目已经分析了那他现在整军备武扩大这个军费开支海军和空军呢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海军已经逐渐变成了除了美国之外这个最大的一支海上力量，空军也是如此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他自己不会允许台湾独立。很多人问，中共为什么自己国家强大了，他非得要拿住台湾不放呢？赖清德总统不也讲了吗？中共如果要是收复失地，他应该收复海参崴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台湾呢？是吧？但实际上我过去在节目里也讲过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共的合法性。因为中共它的合法性我过去讲它是论述出来的，而完成国家统一就是它整个中共和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它是不能切割的。换言之，其实中共现在如果是宣布承认台湾独立，那么它就会丧失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你就是换一个其他的政党在中国大陆执政，恐怕也不会允许台湾独立，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这里头既有中共自己执政的需求，同时也有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影响。大部分中国人他都受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嘛，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嘛。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认为统一和分裂就是中国历史过程中间交替进行的常态。所以呢，他们认为追求国家统一就是一种正当性。所以这个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台湾的民意基础就是主张独立，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国力在逐渐的增长，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台湾问题想通过双方协商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时间窗口现在已经彻底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如果蒋经国没去世，或许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可能达成，或许是在李登辉执政的前半个阶段有机会能够达成。但是换到了2025年之后，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那你想想，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而台湾呢又想追求国家独立，那未来实际上台海不就面临终极一战吗？所以我的判断是台海之间可能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真的会迎来巨变的那个时刻。不管是以战迫和还是终极一战，恐怕这个结局都难以避免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